Hello， 大家好，我是六。最近呢，我又买了一组音响组哦。那这个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呢，这一组应该蛮多人认识的哈。最近呢，这1-2年在台湾的声势蛮高的哈，它叫做山水啊。那它是一个951的一个音响组合，台湾是没有人卖，所以我从大陆买回来。那我觉得它价格是非常的便宜 ，CP 值很高哦。那它有什么特色呢？第一个部分呢，它就有支援5.1声道的立体环绕，在第二部分呢，还有支援杜比的音效，360度的环绕。那这部分就很像电影院的那种感觉，就是用来看 Netflix 或看电影。非常的享受。在第3个部分呢，它的支援的无线频段，它是可以用无线的方式去连接，它支援的是5.8G 哦，不是一般的2.4G，所以它的传输更广、更快、更稳。那在第4部分呢，就是你可以用它的这个传输速率来跑一些4K， 而且还有支援 ARC， 所以用来看这种大容量的影片也是非常 OK 的。最后呢，就是它的喇叭的这个功率呢，输出是非常的强。那综合以上这些功能呢，它的售价不到台币2万含我运回来的运费哦，所以我觉得 CP 真的蛮高的。因为以这样的规格来讲，应该至少3-4万跑不掉。那这部分呢，我们就拆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看一下它的配件有什么吧。够了，好，把它拆出来了哈。配件的话，依序给大家看一下，会有一张合格证的小卡，还有一本说明书哦。那3本说明书其实写的很完整哦，里面都是图文的说明，所以其实可以很快速了解怎么做连接。好，再来是一张这个保修卡哦，但是这个只有针对大陆地区才有用哦。那线材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哦，依序呢是一条同轴线哦，那另外呢有一条 HDMI 的线，支援输入跟输出，输出的部分有 ARC 的功能哦。那再来是光纤的线材。还有这个是锁在墙壁的壁挂架的一些配件，螺丝啊，还有它的铁片。好，那另外还有一个 USB 的一个随身碟。好，再来是它的遥控器，还蛮可爱的，而且质感来说也还 OK。最后的话就是电源线跟变压器。好，那它走的是 DC 的部分，一出厂的标配它给我们就是美规的时候，台湾可以直接做使用。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音响的部分。但音响的部分，因为它这个是玻璃镜面，它会反光哈，所以我快速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整体来讲质感是不错的，相关的认证的一些标章在这边。好，那 logo 在中间。好，那往前看呢，这边会有4个按钮。好，在面板上的4个按钮呢，依序是电源键、讯号源的切换，还有音量增减的调整。好，那下面的话，里面呢总共是藏了8颗喇叭，那上面的话就比较像是塑胶的感觉。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后面接孔的部分。好，接孔的部分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有支援这个同轴的输入，还有光纤的输入，还有 AV 端。那另外也有支援 USB。再往下看呢 ，HDMI 部分有支援2个输入端跟1个输出端带 ARC。好，那中间的部分呢会有它的型号，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电压、输出的电流跟它的功率，还有它的型号。好，那最下面呢就是它的 DC 的连接的位置。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另外一个喇叭的部分。好，现在另外一组喇叭拆出来了哈，它的配件也是超级丰富哦。那先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呢会有2颗这种立体环绕的喇叭，这个呢有分正面跟左边跟右边，它都是有喇叭输出的效果。好，那后面的话可以看到它的连接的位置在这个地方。好，那光是这一组就已经输出功率有到60瓦了，非常的大声还不含这一颗大颗的，还有另外一条长条的。好，那我们依序往下看再来呢是它有附2支无线的麦克风这个呢是山水他们家出的这个是无线麦克风的他们家的 logo。那为什么要出这个麦克风给你呢？因为这一台音响是有麦克风卡拉 OK 的功能这部分我觉得它设计也是非常方便，就是已经把音响跟卡拉 OK 呢做一个结合。以前传统还需要买扩大机，现在不用了全部帮你整合在里面。好，再来呢还有附4颗充电电池。还有一个充电器，为什么要给你这个呢？因为这个麦克风是需要吃电池的，所以它连电池跟充电器都帮你准备好了。好，再来看一下线材的部分那这个立体环绕喇叭呢是需要靠 DC 的电源带动那这一样是台湾插座直接就可以使用了。好，另外呢附一条这个音源线的线材。好，那因为喇叭的部分呢只有1颗需要接电，另外1颗呢就直接透过这个线材呢去供电。那这部分呢它给你5米的长度，可以把2颗喇叭呢放到比较远的位置，达到一个360度环绕的一个效果。好，最后一条呢电源线呢就是这个大喇叭的线材。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颗巨无霸。好，再来我们看这颗低音炮那跟大家说声抱歉这边一样是镜面的设计，所以它会有点反光，但是质感来说还是非常的好这是全镜面的，那中间有它的 logo。那后面的部分呢有它的一个重低音的一个喇叭单元。好，可以从这边听听看。好，那再我们看一下上面的部分上面的话就是它电源线的一个连接的位置跟它的开关。好，那这一颗低音炮的功率呢就高达了160瓦。好，那下面还有他们的一个正版授权小标签。好，那整个喇叭呢拿起来是非常的扎实其实一个成年男生来讲拿起来是有点吃力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它装起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吧。好，我现在已经把它连接起来了我给大家看一下低音炮还有这个长条的喇叭。好，那现在连接的方式呢是 BT， 我走的是蓝牙的方式。好，那这边跟大家说一下，用蓝牙的模式连接，正常来讲会有一点音乐的声音的延迟，但是在这台机上面几乎是没有延迟的问题。刚刚我有尝试这样放，但是呢，因为这个部分高过电视了所以横放可能会比较好一点，而且横放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面板的部分。好，再来就是这个低音炮的部分。好，那低音炮的话，它传输的声音的话，就从后面这边这个低音单元这边出来。好，除了这边
会有声音之外呢，哦，然后看到我的沙发这边也会有声音，哦，你会发现这边也有声音。好，再来我往旁边走，因为我这边有塞一条线，哦，因为几乎看不到，好，拉过来，好，这边一样有声音，好，那这就是一个5.1声道的一个做法，哦，就是你可以把这一颗喇叭跟这一颗喇叭呢分开放，好，那另外呢再连接到这一颗跟这一颗，好，那如果你不想要有后面的这2个喇叭的声音，你只想要这2颗的话，你就按一下这个声道，好，调整成2.1声道。好，2.1声道之后呢，现在声音就只有这边了哦。那他们一样，这边一样有声音哦。我往后拉，好，现在这边就完全不会有声音了。好，这就是一个2.1声道的调整。好，那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从这边去增加这个环绕的部分，好，可以加大，还有音量的部分调整。哦，还可以混响啊，还有做 KTV 的这个麦克风的调整，基本上它的声音的效果是非常好。但是碍于喇叭呢，其实影片上是没有办法呈现的很完整。但是让大家知道一下它的2.1声道跟5.1声道的效果是 OK， 而且无线传输呢几乎是没有延迟，那声音的效果我没有办法开到最大。但是它的效果是不错的，好，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OK。好，再跟大家说一下，还有一个 KTV 的这个模式哦，非常简单，不需要去做任何设定哦，麦克风打开就可以唱哦，因为它这个麦克风都有一些无线的跟这个音响的做好连接了。找一个 YouTube 的 KTV 哦，随便放出来，哦，大家可以听看，现在是有声音的嘛，好，那我们把麦克风打开，好，那现在就会很明显，麦克风的声音就会从这边传出来，哦，应该是很大声啊，哦，我先把它暂停。哦，这边没有办法试这个声音给大家听，因为现在时间非常的晚，我也不想要去吵到别人。如果说觉得麦克风太大声的话，可以从这边把它调小声。现在调的话，现在听就不叫没有声音了。然后调大声的话也是非常的明显。哦，现在持续加大，哦，那它的 echo 其实也是蛮重的。好，那这部分就是你可以拿它来做这个剧场的影片的播放啊，当蓝牙音响的使用啊，或者是拿来当 KTV 都是没有问题的。OK， 好，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这次差不多告一段落啦。哦，整组的价格就一开始说的哈，就是从大陆买到运到台湾的所有的费用加起来就是不超过台币2万。哦，其实我觉得是主观感受，我觉得是不会贵的，因为你可以买到一条长条的喇叭，一个大功率的低音炮，还有2颗立体环道音响。还有一组2支的无线麦克风，好，那针对这个喇叭的部分也可以调声道，而且还有支援杜比的音效，拿来看电影、听音乐都是非常的享受。所以其实在家你可以打造一个非常像剧院的一个感受，你不用像以前那个花大钱要买到好几万，好，现在呢就是2万内就可以入手。其实呢，就整体的测试来讲，我Leo并不是非常的专业，好，但是我就是就我自己购买的经验，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山水这组音响，好，那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参考一下影片下方，我会把它的资讯呢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希望今天整体的测试呢有帮助到想要了解山水这组喇叭的朋友，好，那我们的影片就告一段落啦，下一次影片再见，拜拜。